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Production, Out of Office, Director Tian and Ella, Camera, Date, I don't know. Take 1, Action. 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提升个人魅力，在情感、职业、个人生活上获得更好的结果。我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好多东西可以分享。今天形象怎么样？我穿着一件价值780欧元的限量版，买不起，真买不起啊！但是很好看，吊牌还在我背后，不敢借是吧？刺着我的那个背呢，就借来的嘛。桑赞助了我们的那个设计师好朋友的，再一次赞助了我他的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对，天气还是有点差，我们2个人都还是有点感冒，有点过敏。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戴着太阳眼镜？你觉得你跟我讲话就是如果我有距离感，对不对？对，形象其实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不管是职业、恋爱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你的 outcome 结果，其实跟你给别人的形象的质量很有关系如果说 Ella 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出现，并且在室内不愿意把太阳眼镜拿下来，那我可能在头7秒的时间里就对你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第一印象。你知道第一印象是在7秒当中就建立的吗？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建立之后呢，其实就非常难以再去给人改观了。所以这个眼妆那么好看，眼镜摘下来了。对，这是一个负面例子。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也是不是很喜欢，就是跟一个人长时间聊天之后，然后你看不到他的眼神，对，哪怕你们认识，我也会自动把太阳眼镜摘下来。对，然后当你摘下来，对方其实也摘下来了。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南欧确实太阳眼镜是一个必备用品。对就跟厕纸一样必备。所以我都是在家门口，就是出门的地方放了2-3副。在这里我们确实是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在见到别人说话的时候，即使是室外也要尽量拿起来，你就是眯着眼睛，对吧？使劲也是显示出你的 goodwill， 你在尝试，你在努力。对。Ella，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你还记得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吗？有，我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说的那个7秒钟的那种，对，我神叨叨嘛。他的凭感觉，对他的那个 energy， 或者是他整个让我不舒服的话，我就会可能疏远。形象上，如果穿着的话，我现在不会说真的把穿着把它去评价一个人。以前我曾经是的，因为你自己也走下神坛了，是吗？遛狗服。对啊，我经常遛我们家偷狗的时候，被人以为是狗保姆。对，因为我是 Asian， 就是他们觉得一个 Asian 就是怎么遛一只这么大的一只哈士奇，然后他们以为我是可能菲律宾姐姐。槽点好多，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个就是形象，对，姐妹们，对，一定要注意，对，被认了很多次，你心里面会很自卑的。我觉得7秒钟是不够的，因为我现实当中也确实有过很多的朋友，一开始我是觉得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可能甚至几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是很能合得来的。You're the nice one. She's the nice one. I'm the evil one. 我确实是会在生活当中会尽力的去 correct for 我这种偏见，可能的偏见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或者说跟我们一起注意起我们的这个形象管理。今天想说的这个形象管理 ABC 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实际的应用的这个价值。对，我们自己也学习的。对，是。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好像也有点紧张。对，因为我们讲形象这一块，我们来讲形象。是。对，其实我们俩平时真的是不算修边幅的不同的环境当中的人确实不一样。跟纽约、伦敦、上海的比，我们肯定是特别不修边幅。对，比如说我上2个礼拜回伦敦，我就一下子然后就硬起来了，就 M 起来了。对，我也是这样的，一降落到纽约就不一样。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打点起自己对，在纽约的时候呢我曾经 date 过一个男生，他是 native New Yorker， 在曼哈顿住了整个辈子吧。
然后我们俩在约会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去做一些 naughty 的事情，这其实也是纽约的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你看到，比如说 The Plaza Hotel 一个5星级酒店举办周末的婚礼或者活动之类的，会有很多人想要混进去，就是很刺激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要混进去吃饭之类的。我们有一次呢，发现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好像在开那种晚宴 gala， 大家都盛装出席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天就也想办法混进去。我们就各自分头回家换衣服打扮，然后约在这个博物馆门口见面。他一个是白人男性，很高，我呢穿着一条黑色小裙子涂着红唇，披着头发，咱们俩就大摇大摆的这样进去了，没有人问任何的问题。哇！直到我们进去了，我发现我确实是里面的少数，好像有点混不过去了，因为这是一个慈善筹款晚会 fundraiser， 他为这个筹款的是一个疾病，是 cystic fibrosis， 就是囊性纤维化。我回去后来一查，为什么这个慈善晚会几乎都是白人就是因为这个病呢基本上都发生在白人身上。所以当一个亚洲人出现，大家确实觉得很奇怪，哪一个莫名其妙亚洲人对这个毛病这么感兴趣？那你要说你是研究员可以，又是一个 stereotype。包括我有的时候在外面想要上厕所了，我就会挺起腰板走进一家5星级酒店直接就去用他们的厕所。其实理论上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但是有些人会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对，有的人如果面子比较薄的话，就是我他自己都不愿意走，是我脸皮很厚的，是不管我要人有3急，我要先解决。对，我也皮很厚。你要相信自己是值得，就是能出现在这样的场合。You deserve to go to the toilet。感觉有一种一把辛酸泪的感觉。对，包括长得高的人就是有天生的优势，长得高的人、长得帅美的人，平均工资要比别人高。所以其实有些地方我们可能改不了包括身高，咱们俩都不太占优，但是你可以显得自己气场很大，对不对？现在个子矮小，其实我觉得也是优势，也有优势，对，因为灵活呀，而且你没有对别人的威胁，对，别人不知道你有威胁。对，像我的 partner 他很高就有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跟人的纠纷，尤其男的和男的之间，就好像天生有一种雄性要这个就是斗的那种感觉很容易这个 testosterone 就上来了。但是我们就不太会陷入这样子的这个 conflict。对，让我想起我以前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一个故事。因为我晚上教课，到了香港已经都快12点了。当时呢是见他的一个上司，他上司把他那个老婆也带上了。他们是非常保守的人，我呢就穿得像小辣妹的那种感觉，他们根本就没有问我 ，Life 也没有介绍我是做什么的他老婆就说，你这么晚了过来，你是刚下班吗？然后我说，对啊，我刚下班。我很喜欢让别人很尴尬，就是我给他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错觉，他就不是很想跟我讲话，可能觉得我是做不正经的那个事情。他说他儿子去看了一个音乐会，然后我说什么音乐会，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人我认识。展露了自己是这样很高级的身份。他特别尴尬吧？他很尴尬，他可能已经想到我在What does she do？ 我擤了鼻涕。那我们今天想讲个人形象 ABC， 这个 ABC 其实是 stand for something 这个在形象管理上 ABC 是有名的一个讲法，就是 appearance 外表、behavior 行为和communications 沟通。今天我们就从这3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 tips 或者行为守则吧。如果你信我们的话。关于 appearance Ella 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tips？我想追求一种很 gracefully 的那种感觉，有气质在里面。就是在特别是外表的话，比如说我想给人展现我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别人能够信任我的。我听到了这个关键词气质就是从小到大。我没有被说过你长得好美但是从小就会被人说气质。我一开始觉得是讲我不好看，我小的时候也是是吧？一直就是现在发现别人说你有气质，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赞赏。但这个气质，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培养的。对你的那个就是经历的困难，然后起伏生活的，对带给你的这些。有些人的眼睛充满了故事。对，我们俩的眼睛充满了故事，又是一把辛酸泪，辛酸鼻涕。我觉得气场也是一个很好的形
形容词。我会跟你一样比较向往去把自己的形象往这个方向塑造，可能也是因为本身你也要 work with what you have，right？ 我可能就走不了这个可爱路线，我走不了温柔路线。对对对，我觉得我是爷们儿型的。对自己了解了几十年，然后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气场，我觉得这个我是有的。因为你作为表演者，你在台上必须要把观众，我们叫那个 charisma， 就是在台上的，因为你在舞台上你没看很多人是弯腰驼背上去，对，台风很差，台风很差，你就抓不住观众。我的 partner 曾经跟我说，你看上去就是一个别人不想惹的人。我对，是不是有这样？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不管是谁哈，可能都会 radiate 一些你说的这个能量哈、气场等等。我想要达到的这个 appearance 是不卑不亢的，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被占便宜的人，能被欺负的人，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会觉得在我的 presence 当中他会不舒服、紧张等等。对，所以我觉得把握好中间的这个 neutrality 还是一个挑战。对，我叔叔就跟我说，你如果不管别人，别人就会来管你。对，我估计你以前是因为在职场里面翻江倒海过，学了很多对 manipulation。因为我们在商学院的一些课程当中，经常会讨论到如何去影响他人，对吧 ？How to influence other people。然后我就有一天举手，我说：“老师，这个影响别人和操纵别人 （manipulate somebody） 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大家都沉默了，没区别，是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是好的 intention， 不好的 intention。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难去划清这个界限。这也是今天我们想分享的一部分啊。今天大家如果学到的这些招数的话，不要把它用到坏的事情上面去。对，谢谢大家，谢谢。我其实想有一个反面例子哈，关于这个形象的。你今天充满了反面例子。对，我今天就是来搞怪的。你把这个脚伸上来给大家看看，看我的太阳。我也是，我是花花，这样坐舒服一点是。哎呀，算了。对 ，excuse us。最近我特别看不惯的一个例子 ，Kanye West 第二个老婆，我觉得有点太多的那个 performance 啊，可能这也是他想出名的一个招数，是不是？你怎么讲？很多观众形容 Kanye West 和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来着 ？Bianca。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特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男的穿到人都看不见，女的穿的就是怎么说？不穿。我其实对于 Kanye West 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看法。我觉得 Kanye West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包括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我觉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典型的走火入魔嘛，就典型的就是因为太聪明，好像ego 太大了，对，形成了一种 obsession。在他这个跟 Bianca 的两个人的行为艺术当中呢，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现在社会所处的一个位置哈。各大颁奖典礼啊，包括演唱会啊等等，这些明星们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越来越少，对吧？那个女性的这个表演者一般都是穿非常高叉的那种连体服。奥斯卡的这个颁奖晚会也是很多人就是穿了等于没穿那样子的衣服哈，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吧，有一点这样的印记啊。同时呢，Kanye 和 Bianca 就好像又是走在前沿的最前沿，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奇异的这个形象。我个人觉得 Bianca即使穿成这样，还是遮掩不了她的美，我还是觉得她很美啊，她是很美，身材非常的美。但是真的要就是穿成这样让大家都皱眉，或者甚至在犯法的范围当中哈，因为在这个法国，他们已经got into trouble，right？ 我也没有想到法国会有这种社会风俗方面的这个限制。就算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你很美，也不是说他就能够穿成这样。包括外面都有小孩啊，还没有形成自己价值观的这个teenager 等等，他作为公众人物更加有这个义务去以身作则，做正确的事情。我不反对女性就穿得少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有点到了一个羞辱的程度了。对，我觉得我们都看出一种就是Kanye要求他这样，对吧？而且他不说话的，对吧？对，他从来不说话，是的，好像不允许说话。那说完了反例，咱们说说正确的一些做法，对不对？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皮肤和身材管理好。皮肤和身材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indicator 因为我之前所在的这些行业当中啊，你会跟很多公司的高层去接触。
你会看到大家的身材真的都是非常的好，对自己的管理啊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些人往往就是工作最忙，但同时也是最早起来，早上还可以去跑个5公里再去上班的这样的人。当然，我觉得我现在是走这个心态躺平的路线，卷不动了。对，卷不动了。我现在觉得这其实本身这种行为非常 competitive type A 的这种性格呢，其实也不代表它是健康的。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要找工作或者要 break into an industry， 要进入一个这个某一些行业，你的身材包括你对自己形象的管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关于你这个人的能力的这个信号。你如果说连自己都管理不好，我怎么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或者说我怎么相信你可以去做一份非常艰难的工作哈？这也是一张入场券。现在离开了这个高精尖行业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能松懈哈。这其实一旦松懈了，你很多事情就都会放弃了。我以前在做奢侈品柜姐，就必须是黑丝袜，然后呢裙子到那个地方，再累都不能穿运动鞋，必须要化妆，是要代表那个品牌的形象。对形象，就是你要让别人觉得你他从你这里买的东西，他买的不是假货。对，并且你如果说非常的这个形象的，除了皮肤和身材之外，你觉得还有些什么外表方面的要诀呢？头发，发型很重要，头可断，发型不可断。满头油就不要走出去了。对对，求求你洗头吧。我如果看到那些油头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在想他可能不爱干净啊。你会觉得他有其他的病吧？有可能。对，受不了。对，我觉得我们之前的几集都是那种女性主义者形象，这一集好像很 mean girls 的形象。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在讲这个形象管理嘛，对，还是重要的哈。对。某人的形象怎么样？大狗狗形象。我也很羡慕那些。我的衣服太毛茸茸了，是来找妈妈了。哎呀，妈妈在工作呢。对啊，我在工作。对，我觉得还有指甲，对吧？对，指甲，对这点对，因为我是弹琴的，所以我没有这个，对我没有这个方面的不敢要，不能要求。但是我很喜欢你的指甲，我每次很短哈，对，很羡慕。我其实个人非常不理解那种很长的指甲的，就像慈禧太后那种，当然没有这么长，对，但是他们觉得以长为美的。你如果又长又直不弯的话，就是非常美的指甲被认为。对，我总觉得就是指甲长了做事不方便，而且很容易长细菌。对我朋友会说，是看到这些长指甲的女孩子，她会好奇她们是怎么打字和擦屁股。大家都开始想象起来了。对，脚指甲我也很注重，脚的皮肤就是我很不能看到，就是我会去看男性的脚跟嘛，死皮，对吧？对，包括脚指甲，我觉得女孩子的话，要剪干净或者最好涂一下，涂深色的指甲油。我之前看到有女孩子脚指甲都弯过去了，已经长到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很恶心。千万不要。我有一个问题哈，脱毛还是不脱毛？我脱我其实身上手臂啊、腿啊毛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的腋毛我是做过激光，我是做过 laser 我觉得这个激光去毛其实我还挺推荐大家，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是Asian 对吧？对 ，Asian 其实是最适合激光脱毛的，因为我们的皮肤颜色比较白，毛发颜色比较深，对于这个 laser 去毛的这个原理来说是最适用的群体之一了。黑人和这个金发的人就比较困难。你呢？你觉得脱毛重要吗？如果你让我经常读一些女性文章的话，我说的又很有道理。对，没错。对啊，就是我甚至看到有很多人是已经不再刮毛了，对，就让它自然生长我觉得这也是拥抱自己的一个部分。我自己的话，我还是习惯就是脱毛，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冬天我不会脱，因为反正也没人看，很冷。对，但是我现在完全不介意有女性她们就是完全有腋毛是吗？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完全就是野生的那种，他脚是从来不脱的，所以就是你如果不小心蹭到，你会发觉毛茸茸。对，那我比较好奇，他什么年龄段、什么样子的这个个人状态？比你要小5、6岁，背包族，没有结婚，他找的伴侣也是跟他这样背包族的，对，可能不是很介意，就是在外面搭个帐篷能睡3天的那种。女孩子如果脸上有小胡子或者汗毛，你会觉得需要脱吗？在这儿？
我曾经看到过好些老太太，就外国老太太啊，她们年纪大了，然后就全是胡子，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让人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方面，就是可能少了那种慈祥的感觉。我比较反感胡须的，对，我要求就是我先生也是经常刮胡子，因为在近几年当中，男性是不是需要刮胡子这件事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西方社会是这样。对，之前其实不刮去上班也是不能被接受的，现在其实除了最正式那个最保守的那些工作场地以外，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接受男性不刮胡子。我其实最讨厌的是介于刮干净和长出来的之间对，那种是最刺人的，对，也看上去是最不修边幅 unkempt 的，是，而且会过敏。我是主要是皮肤过敏，我的很好的那个彩虹朋友们，他们两个就从来不就是胡子已经长得很长，每次我们见面就是互相逼组完之后，我的脸都会起疹子，然后我说你看这是你们不刮胡子的。你喜欢这个贴面礼吗？我喜欢，我已经习惯了，然后所以就如果那个人，比如说以前他跟我贴面，他再也不跟我贴面，我会觉得奇怪是吧？对，就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因为是从美国搬来的哈，贴面礼对我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它比较在欧洲流行啊，我会觉得有点奇怪是吗？我更喜欢拥抱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因为我个人的这个职业背景原因，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手伸出去握手这个在我的现在的朋友圈当中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对吗？超奇怪，是，所以这个上下文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是不会那个贴面，一般不会，拥抱都很少，对，拥抱也是比较好的关系哈。对，英国也是，英国很冷的，对他们家人之间都基本上就看一眼就行了。拍你的肩啊 ，have a cup of tea，carry on， 对，就那种，就有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这个 royal family。对，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看那个王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家庭太可怕了。我很想听这个心理医生是怎么样去分析他们的。对，我就觉得很可怕。我就觉得就是好人都被折腾出毛病了。真的，而且正常人可能就不会愿意去这样子的家庭。对，我看完之后，我就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小的时候那种皇室梦就对，幸好很早就被打消了，就是像假人一样，我觉得对，怎么会这样去抑制自己的情绪哈？那其实女性主义当中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服美役。你觉得审美重要吗？这个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这件事情重要吗？我个人觉得，如果有好的审美的话，你这段时间状态是不错的。对，当然我也能理解有些人就是到一些低谷的时候就不修边幅啊，然后披头散发的那种，或者太忙碌哈。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们，她们是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奢侈的时间再去给自己就是。乔治宝宝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几乎每天穿一样的衣服。对，你跟我说过，而且是很抑郁的那种感觉，很抑郁的感觉，对，有点像 postpartum 的那个。对，是的。虽然不是我自己生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它是展现了我们内心的状态，对吧？它并不是说我们使劲去塑造的。当然，有些职业，比如说空姐这样的10年如一日这样的打扮哈是例外，绝大部分的人其实你的状态是会由外在展现内在的，对吧？我还是觉得大家有必要去学习一下、认识一下审美这件事情哈，因为你会身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就是。他穿衣服总是让你觉得有点打问号。有，对，但他当然如果是 feel passionate， 觉得自己的这个风格就是自己所喜欢的，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很自信的表现哈。但有些人是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穿些什么。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懂，就很简单，你穿黑白灰这个驼色之类的色系，就只穿这些颜色，其实就不会错到哪儿去。对，我觉得其实审美化妆也是一种审美哈，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近距离一些女孩子展现出来的形象是这个脸上粉卡的一塌糊涂，就是特别的干燥，就很蛋糕的那种哈。对我就觉得包括有的时候粉底涂的特别的白，然后显得这个汗毛小胡子特别的厉害，我就觉得你出门时候是不是家里光线不太好，或者镜子有点不太好哈，或者涂了脸没涂这个没涂脖子之类的。对，实际上这个化妆还不如不化，对吧？就是你化了以后反而凸显出这样的问题出来。做好更多的这个保养工作，对吧？保湿啊，这个让这个人整个更润泽、更滋润，你的状态会更好，你也不会有这种
你可能在化妆上的需求就更少了。对，就是那些什么护肤的那些坑也不一定你得去跳。对，我以前就是卖化妆品的，所以我就知道那些成分。我以前也是卖化妆品，我在阿里的时候我是美妆的品牌小二，对，所以其实我知道里面的这些利润啊等等，我自己是做着这些最高级的品牌的招商，但是我自己用的是最便宜的牌子。对，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你知道这个详情之后，就不会说再去投资那种什么800欧一瓶的什么面霜，不止，它就是那个包装的问题。如果大家还不觉得这些不够说服你的话，我还想讲讲哈，就是在跟这些非常高级的这个美妆护肤品牌的高层接触过程当中，很多高层是男性，我就觉得那些男性其实对于这个女性讨论他们的用户的过程当中缺乏了一些这个尊重，就好像觉得他们知道自己是在骗自己的潜在的消费者。我会希望姐妹们听到我这个故事以后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再去支持那些根本就不尊重你的这些男性这个领导者创立起来的这样的品牌。对，因为他们不知道女性要什么，他只是要挣你的那个荷包里的钱。对，利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对，年纪大一些以后我还有一些时尚方面的这个改变，比如说以前我喜欢穿比较短的裙子啊，但是现在我会我觉得 midi 就是到膝盖以下的裙子，我反而觉得会更有女人的魅力。包括以前我会觉得衣服要穿得紧一些，因为显得瘦小一些比例会好一些。现在我会觉得稍微宽松一些会更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占据的空间越大，你给的这个形象可能也会更好，就是有一种有力量的感觉。大家不要让自己去消失，而是要让自己去存在。非常有意思，你这个尤其你容易在重要的面试或者会议之前会紧张的话，presentation 等等，你就在准备上台的时候做一个 Superman 的动作，就是把自己占据那个空间，把自己放大，你会有一种我 feel empowered 的感觉。那我音乐会之前我试试你一定要去做那个 Superwoman。对于这个穿着，我其实有很多疑问，因为我自己是舞台上的这个形象，就是弹钢琴的，大家都觉得你是像那个午夜凶铃的一样，就长头发。全是必须要穿黑色的，就是你就感觉你特别瘦弱瘦小的一个，就是好像才不想展现这个 pianist 本人的这个特质。现在你也会看，比如像王羽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个子瘦小，但他弹出来的东西是那种巨人的有力。对，我觉得现在在舞台上也可以 versatile。对，因为也是你的展现出的音乐和艺术的一部分哈。我也很支持王羽佳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且身材很好，一看就是经常健身。对，他身材很好，我觉得就是只要我觉得我没有就是穿成那个比安卡那样子的，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呀。是。然后但是其实这个很遭人那个抨击的。对，我在小红书上有发过，还是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这个眼光。对，你就应该就是黑头发黑，就全身黑，然后你就在那儿坐着就行了。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挑战的一个领域。是，我觉得像这样子比较守旧哈，就是像他会很在乎这个 institution 本身是什么样子，想要去保持，实际上是阻碍了这个艺术本身的前进和持续去获得新的这个观众。对，还有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所谓的 fads， 就是它不是 fashion， 它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比如说以前的那个什么纹眼线啊，包括这个一字眉啊，现在看看都是时代的印记哈。其实很多那个一字眉简直是，现在你看我们其实都回归了一种最早的那种审美，就反而是可以留下很久的这样的审美，包括其实眉形还是应该适合什么用什么，对吧？对，而且眉形是你的气场。对，我自己的那个美容师自己都不会纹眉毛。对，但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可能是有一点 fad 的这个就是把那个眉毛塑形啊，塑的就是像根根都朝上，就像那个 Gigi Hadid 的那种眉嘛，对不对？对，就是根根分明嘛，然后立起来，并且是往上梳的。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喜欢这个主要是因为会让我人显得比较精神。就好像把整个这个眼睛给提上去了。对，这个我还是喜欢的。但是拭目以待，说不定5年之后我再看现在的这个眉毛，我会觉得好丢脸。
对，有一些很时尚的东西我也不想去拥有，因为毕竟它在那一瞬间又贵，然后你又它可能2个月之后又有新的东西，我觉得又是很不环保的一个项目投资。对，往往你坚持自己喜欢的都是最后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对对对，说到这一点，我也想讲讲，我觉得打扮这件事情哈，其实真的还是要有 intention 在的。因为我以前做咨询的嘛，我觉得要把这个个人形象问题看成是一种就是战略性的这个决定。我想要成为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成熟的、优雅的、有气质的，能够依赖他的，能够信任他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相应的，我可能就不会去穿得很露，对吧？我可能就不会去把头发染成粉红色，对吧？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叛逆的、这个做自己的、个性非常独特的女孩子，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粉色。我觉得有些人就很适合，对吧？有些人就不适合。你能想象我的粉头发吗？我不敢想象，除非是 something happen。对，但你应该能想象我粉头发，对不对？我可以，对对，比如说我以前也有买过这个奢侈品啊，那个时候我可以 hold 得住，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但是现在你看我的这个日常的。我日常是不背包的，跟我现在这些很轻松的人生状态啊，没有包袱的这样一个生活选择很相似。你的个人形象的 strategy 是什么？我以前是很有 strategy 的，我可以讲2个例子，在伦敦的那个形象和在巴黎的形象。就是我以前在伦敦肯定是 Burberry 风衣，然后雨靴，就是 Hunter 了吗？对，绝对是。然后就是已经就是定型了，阴的不能再阴了，阴的不能再阴，要不就是 Barber， 要不就是这些，因为很实用，确实很实用。我的 partner 说他想买一件 Barber 的衣服，我说你买了我就跟你分手。为什么？太香太村了，就太preppy 太 pretentious。他想买其实就是因为想要 be sarcastic，但是我觉得 it's not a joke to me。对，我看不下去。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伦敦那个地方，它确实很让你很想去装扮自己，就好像不自如的就陷进去了那样子的一个漩涡。巴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巴黎上音乐学院，我们老师要求很高的，他是必须要求我们上课的时候穿正装，因为他是一个老派的一个钢琴家。pocket 里面有一个那个hanky 小领结打着，然后因为他也是那个彩虹，然后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老头，你会觉得就是肖邦就是又再现了那种感觉。对，然后你上他的课，你就会觉得如果你穿拖鞋去了，他会看着你很久，他会很失望。那我们刚才聊了很久的这个 appearance 这个 ABC 当中 B 作为 behavior 这一块，Ellen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要诀对你来说是什么？你的 attention。对，这个是卡耐基先生。所以我们2人现在是锁着 stare each other down 是吗？然后眼神交流。其实这一点是我之前大概前30年吧缺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眼睛不好，我就造成了好像就是眯着眼睛看东西啊，包括因为我眯着眼睛，我觉得看不清楚，或者说我因为看不清楚，我觉得对方也看不清我就那个眼神乱飘。后来被这个，因为其实很少有人在生活当中会给我们一些反馈，就说你形象上或者说你的这个待人处事上就是缺乏反馈链的这样一个方面，所以很少有人会跟我说直到我这个看到自己的一些录像视频等等，我发现我的天哪，我这个眼神飘的也太厉害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训练自己。对，因为我觉得眼神交流是你对跟这个人一下子能够 connect 的那个瞬间。对，然后我非常不能接受就是他眼神不定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种，或者是你跟他讲话他在看别处。对，看手机。对，看手机。The worst offense。对，对，这个我要说，就是我最不喜欢就是如果你跟他讲话，然后我拿一支笔我就想在那画。然后就是或者是手印必须要去搞点什么东西。对，这个英语里面有个词叫做 fidgeting 嘛，就是他一直在这个忙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像我们这样坐定着不去抖脚不去 fidget 是很难的。这个其实是这个形象包括这个 behavior 上面一个很大的需要管理的一个地方我看到别人抖脚包括真的是很难受，心慌你知道吗？对不对？非常难受。对，我也是，我之前认识过一个男孩子，他
他就是抖脚，让我就是对他印象非常差，从10分扣到0分，对，就是0分扣完了，对，真的是扣完了。对，但是你的学钢琴的这个同行一般都会很做得定哈，包括你的小孩子的学生都会很做得定。对，因为学乐器就是其实我觉得考验的是你的这个耐性，和定力。然后我觉得就是学乐器的小孩到最后就长大了之后，那个专注力都非常高。对，所以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以后你们要 hire 那些公司要 hire 一些，你看看他这个乐器学的是怎么样。对，如果乐器就是能弹得不错的话，他的这个就是定力是不错的，对，专注力会很高。对，这个定力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对，特别是从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刚好是一个那个就是大家好像2分钟3分钟的那个热度，对很多事情视频这些都是2分钟3分钟已经很长了。对，大部分人的 attention span 真的很短。所以其实我跟 Ella 做的2件事情，一个是 eye contact， 一个是不抖脚不去 fidget， 就已经这2件事情的这个要求就已经很高了。人群当中能够做到的人真的不那么多。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他们也说有这个就是心态去解释为什么一种是逃避嘛，对不对？对，我们也可以讲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 ADD， 就是成人的这个ADHD。对，其实很多 research 也表明哈，就是女性的这个 ADHD 的表现形式和男性是很不一样的。我有吃 ADHD 的药啊，真的吗？你很有用。OK， 但你有 ADHD 吗？我觉得如果吃药效果这么好的话，有可能有啊，是吗？就是你是那个就是多动的那种。就是刚才说到女性的这个表现不太一样嘛，其实很多女孩子有这个 ADHD， 她居然还能够成为优秀的学生，就是因为女孩子有自己的这个 compensating 的这个 mechanism， 你会希望自己变得这个优秀，不让别人起疑心，对吧？所以有很多 cover 的这个做法。对，我个人觉得有 ADHD、ADD 的都很瘦。这是我的那个统计。他一直在 burn 一些，对，你的那个对一直在 burn， 对，就一直在就没停过的，就是对这个事情找完又去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找完那个事情，对，效率倒挺高的。所以像这种 fidgeting 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生理上的这个病源哈，但是我确实觉得是能够把你分扣光，就像我们那个国内驾照，你如果做了一些什么违反交规的事情，就是12分全部扣了。对，抖脚就是其中之一，包括眼神飘忽，没有办法直视对方等等。但这2点如果做到的话，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presentation 了哈。其实我想讲一点很重要，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最大的一个行为要诀就是做好的事情，做一个善良的人，永远是 assume 对别人也是有很好的 intention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把对方想成一个刺猬，你也以一种刺猬的这个形象而出现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互刺了，对吧？但是如果说我是永远是 assume 别人是善良的，也是好意的，那我可能得到的结果也会更好，并且呢，在你的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不会去骂别人，不批评不责备。如果你想要给对方一些批评或者说建设性的意见，或者说你确实就是需要去告诉对方是不对的那你也可以就是 start from something positive， 对，你可以说就是我理解你的这个意思，或者说你首先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他的错误可能来自于一些什么原因这个我觉得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嘛，阴影里面。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不 gossip， 对，就不去八卦。对，就我们说的八卦是八卦你身边的朋友在就是讲你身边近的人的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去透露别人的秘密或者是评论对评论，或者是张家长李家短的那些。是，对，我觉得gossip 的这种所谓的快感我能够想象，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任何那个你在朋友背后说的话，你不想让那个朋友听见的就不要说。对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吸引力法则一样，当你允许自己的脑子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进入这个状态。这一点其实是让你自己会过得更好，会更开心，更顺利碰到更善良的事情反过来对待你。对，我一直在做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名言，我把它当成一个 mantra，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坏的东西就是到了你已经听见已经很坏了，你不要再转述一遍，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是，如果可以在口头上多积点美德的话，也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一定是的，包括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人经常是恶语相待，或者说他看你的这个角度就是想要批评你这样的
人其实他经常留这样的言，你觉得他会开心吗？他一定不开心。对对，他自己就是反射自己的这个人设本来就是一个阴暗的一个。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像你如果经常笑的话，你就会变得开心你如果经常去小红书上给别人赞美，去留一些积极的话，鼓励别人的话，你也会变得更开心。在行为上哈，我还有一个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这个背景，包括我以前所相处的这些人有关系。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任何事情做过头不要上瘾，不要执迷于一件事情哈。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执迷于一件事情是一种 passion，是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对自己要求高等等。在我看来，其实很多人其实容易变成一种 obsession， 是不健康的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些朋友会很有控制欲，对自己的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控制欲，要吃饭要吃这些东西，不能吃那些东西，要在这个时间内吃。obsession 我觉得是一个gateway drug， 就是会引领你进入一个不好的状态。对，我觉得任何的 obsession 都是一种痛苦的来源。对，是的，因为就是你的那个展示了你的纠结。我知道很多这些执迷于某些事情的人就会有 anger issue，对，他会容易突然发火。对就会有些走火入魔哈。还有相似的就是凡事不说绝对，不相信绝对。对，这个是那个金言叫什么？金言语，又开始折腾我们的中文了。这个世界没有 absolute， 对，我觉得是的。而且你相信了这个世界没有 absolute 之后，你就会比较开心哈，因为你永远是对的。对，所以不要给自己挖坑嘛，对吧？就其实不是说你说错了是件多大的事情，其实这本身不是。你承认错误，或者说你接受自己会错，这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相信很多绝对的东西，你给自己的心态在挖坑，因为你不断会被 proven wrong， 自己的那个 ego 要 in check。对 ego 就是我们的小我，对不对？对，就是你的这个自己觉得自身的这个我一定要对，我一定要正确我一定要赢这个吵架，我一定要赢，或者是这个人就是错的。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很多的，就像喝毒药一样。对，有一句话好像说你喝毒药期待另一个人死。对，很对，因为很多人就会 hold grudges， right？ 会觉得心里不舒服有很多的这个火气。是，所以其实放弃这个过大的这个 ego， 其实我觉得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不一定你在这任何架当中都得吵赢，对，不一定你在任何斗争当中都要赢，输的那个不是一个坏事。对，那我们现在来讲讲 ABC 当中的 C communication 沟通，有很多大家可以用的一些小妙招，包括我们两个都有看过的一本畅销书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Dale Carnegie。对，卡耐基的那个，我们入了他的坑。他这个说的比较好听叫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实际上里面就是 Manipulation 101。Yeah, it's true 。那我们给大家大家不要去买这本书了哈，已经有点过时了，我觉得。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实用的一些技巧。你跟一个人 communicate 的时候，他上面说你要好像 pretend to be interested， 就是至少要没有，他说的是你要有一个 genuine interest， 可能他改版过了，这个是新版的。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要 influence 别人，让别人喜欢你。你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展现对那一个人真诚的兴趣。当然具体的表现可能是问问题包括真诚的赞美包括就看到对方在急躁些什么，在想些什么，需要些什么，对吧？这个就是迎着对方而上嘛。如果你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并且在这个 address 对方的对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时不时的这个 drop 一下。我确实觉得身边或者说生活当中有认识过一些这样的人，有些时候甚至是教授前辈。他们在这个对我说话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说Chan， 对很自然的就插入了我的名字。每一次我听到，其实都会觉得我觉得很被就是尊重到，就很被注意到，他一定是在很认真的在对我说话所以其实这个确实是有很正向的作用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这个我觉得称呼名字是很尊重别人的。对，我很反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知道我的名字，他会说美女帮我怎么样。对，这个我就觉得我有名有姓。对方展现的这个赞美一定要是真诚的，并且是
怎么说呢？是到位的。Treat others how you want to be treated， 就是你对待他人的方式一定要是等同于你自己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对，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些政府机构你就特别不想接触哈，一个就是搞税的这个 IRS，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DMV 车管所吧，去换驾照等等，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名的，就是你不要去，最好能避免就避免哈。我其实这段时间有在电话上跟美国的这个税务局打过电话我采取的一个策略呢，就是告诉对方如果你能够帮我的话，我会非常的感激。确实是就是这个税务局欠我了这个$10,000的这个钱，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对，所以我就在电话上我就让对方觉得我是在一个需要的帮助的一个位置，并且我是很尊重对方能够可能会给我提供这个帮助，我已经预先去感激他。比如说你说你为什么不帮我 versus 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对我很感激你可能能够帮到我，完全是两种效果。对，所以那一次我跟这个税务局打电话，没有想到会这么的 pleasant。最后挂掉电话之前，对方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到我，他很希望我能够很快拿到这笔钱。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 pleasant 的一个经历，因为你想他们做这样子的基层工作的，本来就是天天被骂的，在电话里面，对不对？是，对，所以跟那个前台你也打电话，像银行啊这些，我现在也学会了，就是我会对他们很 nice， 对，因为我觉得你对他不 nice， 对吧？首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然后你还不如对他 nice 了之后，他至少他会觉得尽量帮你啊。对，就像你在餐厅点菜的时候也是，就算这个 waiter 他可能他的那个心情不是很好，因为你想他们做这种事情是很辛苦的，然后如果你再给他脸色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你还不如走，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虽然自己没有错，你就会说 I'm sorry but 什么，就是我很抱歉，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或者说请你能不能麻烦你，这样子很这个客套的话哈。我发现男性和女性当中也有区别，我会没事情就说 I'm sorry， 但是我的一些过往的男伴就完全不会跟我一样经常说 sorry， 或者说could you please 这样很礼貌的这个请求的方式，他达到的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哈，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会不会是一种就是父权制的社会下，就是女性会更容易觉得想要道歉？不管怎样哈，把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样女性的现在的一些特质，包括我愿意去示弱，对吧？我愿意去请求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嘛，对吧？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那个 street smart。我低头了，我可能我认输了那么一两次，但是并不代表我的终点会不见了。对。Hi Georgie， 就是要不要表演一下 ADC？ 他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他是想出去了，对吧？想出去是的 ，body language。社会学的这个研究表明哈，就是两个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约会的时候哈，你如果让对方说话说的时间更多，对方的这个感受就会很好，他会觉得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我很享受我们刚才的对话所以其实多问问题，多让对方说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让对方留下很好印象的一个方法。对，但是也不要自己就是一直说，然后让别人。我认识一个人，就是我非常对，没有自知之明。我跟他讲话很累的，因为他一直在讲，而且他一直重复。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作为一个人，你可能比如说，今天会想吃草莓，我刚吃了很多草莓。但是如果你要去钓鱼的话，你会去装草莓吗？你肯定是去装鱼要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去装虫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哈，就是如果说你要达到某种目的，你要让这个鱼上钩，所以我说这本书就是 manipulation 101嘛。Yeah， 对，只是名字比较好听。你要去想对方需要什么，而不是想你要什么。再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哈，大家如果要去看房子，不管是租的房子或者买的房子，如果说房东房主在的话，现场你就要去夸这个房子，对吧？你就算看到这个问题说我这个装修不喜欢，或者说这个厨房太小了，这个厕所一个不够，你也不要对着这个别人的这个主人去讲。对，所以我就看到有些会在这个房东面前讲这些，情商很低，情商很低。而且我在以前当柜姐的时候，我就记得生意好的时候通常是不经意达到的。通常是什么呢？我给这个人介绍这个产品，我们一直在聊天，很少聊这个产品。
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在构建一种信任和对，我们根本就没有聊天，然后到就不经意的说了一下这个产品，你不能说你买吧，对，然后这个是两回事。然后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不要当面指出别人的错误，而是要 lead with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是怎么想的对，我觉得你这样想有道理不过呢，这个那个，对吧？对，其实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一个 conversation。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情商低的人他们 get 不到的，是硬上来的。真的，确实是，就是I'm wrong often, but you're never wrong. I can see why. I can see why you think. 就我能够想象你为什么这么想哈。这个其实就是把自己和别人放到同一个战线里面去，对吧？就是放在这个我们互相是理解的，我们是同一边的。对其实就是这个劝解别人，或者说说服别人的这个第一步了。对，说服别人，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一定要以理解的方式去说服。对，所以你要去感化他。对，甚至要让他把这句话最后说出来，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达到了这个结论哈。对，哎呀 ，manipulation， 我们这个好多 manipulation。Oh my god, I feel bad. OK， 我去换电池。好。我喝一点。刚才我们讲完这个 verbal communication， 现在讲一下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肢体语言其实很逗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被很多地方采用的，而且是我们想不到的。比如说 FBI 破案，他们就会用肢体语言，就是看就是这个最后在凶手上面看他们哪个的肢体语言更符合这个形象。还有就是在政界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美国那个选举马戏团的那些人。最后到选举的，他们会请这个肢体语言的老师，来教他们怎么去赢。比如说，川普就很喜欢做这个动作。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为播客的听众，就是川普他有很多这个手部的动作往往是什么双手打开呀、闭合呀、上上下下呀，然后还会做那个 OK 的这个动作。对 OK 的这个动作。对。但是奥巴马做的是这个双手就是食指五指相对，对吧？对，不会把它合上，不会把它交叉。如果你食指交叉的话，其实是一个紧张，而且觉得好像不确信。对 sure。对，但如果你的食指是互相对的话，像是一个小帐篷这样撑起来。对，像降落伞的那种。然后这样其实就是代表你是很有自信的。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在他们选举答辩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答辩台不能够放近过7尺，必须要分开7尺。只有7尺的时候才能发现这两边的这个高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你的那个距离，比如说像希拉里跟那个川普竞争的时候，就不会把它显得特别矮。理解。以后我跟我的 partner 要站超过7尺，或者站在椅子上，就站得差不多，因为他太高了。对，我们拥抱的时候，我就整个脸趴在他的胸口。对，因为他太高了。对。那你说完了 non-verbal， 我来说说这个 communication 当中一个小的分支，就是在职场上，包括当面的开会啊，包括 presentation， 你做那个分享呀，包括写邮件哈。我觉得其实里面的讲究还是挺多的。但是我因为自己是这个第一份工作是做咨询嘛，就在这方面有了非常这个坚实的这个训练哈。等到我从咨询行业毕业之后呢，我也看到了很多人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培训就会写一些很长很长的邮件呀，包括他的邮件的他的那个模式就是相当于像写散文一样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点，就是我们说这个 low hanging fruit 这不是为你自己而写是为你的读者而写怎么样去 organize， 你怎么样去组织你的这个邮件的内容能省则省，我一般都会读一遍重新再改一遍包括用这个bullet points 这个要点的这个模式而不是大段大段的去写文字包括就是先总再分这些其实在面试当中我也很建议大家，因为我有培训大家去参加面试嘛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同学都是没有总分的这样子的概念或者天性的都是一上来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其实你如果说即使在回答问题之前，在写邮件之前停一下，你先想想我大概要怎么样去组织，花个几秒钟的时间事半功倍。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要尊重对方的时间嘛，这样对方可能会给你更好的这个成效就是不要
在邮件当中，在 presentation 当中大脑拉屎，就是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taking a dump。对，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他没有统筹的这个能力。我倒想到一个，我们在这个跟艺术家沟通还真的不一样。你一看就科班出身。然后我曾经跟一个钢琴家合作，他当时，我跟他把这个合作的想法，我还是很正常的这样写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很好。他回信我记得是 ，Life is good, but singing, let's do a concert。三句话，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想到很随性，很随性，对，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师写信也是，我们会聊到我现在窗台面前有些什么东西啊，神叨叨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在想跟这个professional 的这些人沟通的话，因为你确实你要省时间，你大家都想早点下班，对，早点下班，不要看你的长篇大论。没错，对，我很明显的发现，我跟我伴侣之间这个惯常的沟通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他像你说的，就是很随性的会说哦，窗台上面有什么？那只鸟好美。对，你说到这个 digital 的这个 communication，我想到我就前天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小红书帖子，就是这个人他教人怎么用 emoji， 而且他教你怎么样子去缩写，比如说 I don't know IDK 这种。我什么年代了？我觉得是2000年的事情了。对，我就想知道，而且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的，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就是你要缩写这个词的话，我学生经常有的时候会给我发一些信息，就是来不尊重了嘛。对，我说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子拼写，你首先把它拼出来，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学了这个英文，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一个这个？对不对？什么 on the way， 什么 OTW， 对，就这些，然后 IDKW， 对，IDKW， I don't know why。我个人是很反对的，我甚至连写打字我会写 I do not。我都会把它，对我写作也是从来不缩的，对，不缩写，以前老师这么教我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尊重，而且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它的美的那个根，如果你把它就是在变用了的话，比如说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的话，这个语言它就会越来越diminish 它的这个价值。对，我觉得是对，因为现在像什么那些 hip hop、那些 R&B 的那些，已经是很糟蹋这个整个的语言环境了。对，你没发现现在什么歌词都在里面吗？其实我这里有一点不同意哈，我觉得 hip hop 是本身是一种文化，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就是黑人之间说话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就像他们的食物什么 gumbo 啊，什么他们的音乐 jazz 等等，都是有自己的文化所在的，不是存心的哈，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对。但是当然你要是自己没有这样的文化去糟蹋语言哈，特意把它缩写成显得自己很酷的什么 IDKY 对W， 对，你也不酷，你也不怎么样，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 diction 还是要注意一下，我觉得有好的 diction 其实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对，这一点我们刚刚居然没有想到啊，就是其实你要 expand 你自己的 diction，我们不需要用很高级的词，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用一些平易近人的、很简单的、大家都理解的词，你要能够讲出你想表达的那个内容，反而是你的能力所在。对，但是呢，就比如说英语里面，我一直开玩笑说 you are 就是 your 很多美国人是分不清楚的 your。我觉得我看到如果说这个人是 your 和 your 分不清楚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又是12分全扣光的事情。对，我也会。在这个diction 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做那个 The Green Book。哦，对，你看过对不对？很好看。然后那个 The Green Book 它是这部电影呢，它讲的就是一个黑人的钢琴家和一个白人的意大利后裔的一个司机的一个对我故事。非常喜欢的 Green Book， 对，非常非常好看。黑人是一个非常well educated 非常有修养的艺术家，一个博士。对，然后这个司机你刚刚说到意大利是有道理的，因为意大利的那个口音是很重的。我因为之前住波士顿嘛，对，布鲁克林的那个对那条街里的波士顿的这些口音非常非常的熟悉。对。那如果最后把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ABC 用到一个很具体的场合当中，比如说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相应的推荐呢？我在想应该都会洗头刷牙吧。剪指甲剃毛。对对，这应该是出。当然如果你不剃毛，像你的朋友嘛，对吧，他可能就本身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野人，对，他专门要找那个野人的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就是要表现自己嘛，你就打扮成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其实就是最好的这个初次见面的方式。因为如果对方不喜欢的话，那大家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对，你这些 effort 这样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约会从来不化妆。他说，因为他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自己不化妆是什么样子，平时就是什么样子。对，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哈，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完全就真真实实展现给，因为男性都是那个 appearance 为主的，就他们很在乎外表的。他们虽说我不在乎外表，但其实他们非常在乎外表。对，直男说那什么，我觉得你不化妆更好看。哦，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对，他们不知道化妆没有，他连这个人整过容没有，他都不知道。真的。如果在沟通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不要害怕告诉对方你的这个所求，你想找什么样子的人。如果他不是，就正好就在那一个时候，就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再来个2、3次、4、5次约会之后，给对方留面子，然后再去探讨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觉得很尴尬。那在这个 behavior 上呢，我们刚才有说到什么这个双眼相扣啊，4眼相扣。对。然后如果发现他一直在看手机的话，这个人千万不要。对，然后你自己也不要看手机。没错，不去 gossip， 不去讲，不在这个约会的时候讲别人的坏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你这个格调的方式哈。对，或者是对方有没有讲别人的话。对，这个很重要。对，如果对方跟你说我的前任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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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怎么吐槽，对，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对，因为你想他如果能这样说他的前任的话，以后你们如果真的有什么分开的话，他会这样来说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而且也是一个示弱者的一个，就喜欢就是自己是一个 victim， 对不对？对，你想要遇到一个真诚的人，那你也要以诚相待。你可以先把自己向对方打开，那也是邀请对方也把自己向你打开。如果说对方不接受对方还是关闭的一种状态，那其实也是为你节省时间了。对，就证明你们这个三观不一致。对，是。还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不说绝对啊，不过分执迷于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我会建议尤其年轻的女孩子哈，就不要有太多的硬要求，对吧？大家尝试用一种开放式的心态吧。就可能有些男孩子其实是挺优质的，但是他不是那种，我一直说有些男孩子他不是这个 first date material。因为 first date 有的时候表现很好的，初次约会表现很好的男生，他可能是有一些特质啊，比如说他就是开朗啊，很会社交啊，但这些本身不一定是你需要的这个特质哈。所以有些男生他可能会在第2、第3、第4次的约会当中出彩我觉得可以考虑给这个别人一个机会。就是比较就是内向的，特别是对，不说绝对嘛，就1.71米的人我就接受，1.70米的人我就不接受我觉得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标准。对。我身边有些人就是他听不懂别人的问题，他不知道别人想要问题是目标是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在约会的时候这可能也是会影响别人对你印象的一个很大的一点哈。所以去思考对方对你的兴趣在于哪里，他想了解哪方面的你可能也是会很有帮助的。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去问这个我们所谓的 clarifying question， right？ 不要收到一个问题我就开始讲30分钟，而你可以是互动的形式。对，Is this what you want? Is this what you are asking? Right? Like, is this interesting? 这个其实面试当中也一模一样哈，就是可以运用的一个技巧。对，也可以互相就是探讨那个问题，就是以后共同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你会想问？对。所以其实这个 explore 我觉得一直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充满美好的一个词。对，探索。探索。每次跟大家讲到都舍不得关相机。是。对啊。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聊下去的话，可以聊好多个小时。最后愿意关是因为饿了。对，回家遛狗。OK， 那今天我们在形象 ABC 上面也讲了很多内容了哈，也很希望大家
家给我们一些反馈。这个，在形象上，大家有没有觉得跟女性主义怎样去这个 reconcile？ 你怎么样去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怎样一起去这个认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对，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 ，Thank you。OK。哎呦哎呦，小心！求治宝啊！